电手，凉着也不漏电呢，凉着也没反应。就在开什么电器的时候，它电手呢？不是开这个电器。客户说，有时候一摸放筷子这个东西，不锈钢的就电一下手，但是我用电笔测量，上面没有电。我是怀疑它地线不好，没有接地，所以我拔掉这个热水器的插座，看一下这个插座接线好不好，接地好不好。这个插座检测仪可以检测出来。看着一个零地电压 0.2 伏，它电路接地保护没问题，当然0伏最好。显示接线也正确，电压也正常，221伏。那它为什么会电手呢？有时候是电笔能试的啊，是电笔我能试着电上，是亮一下还是说扎一下？亮一下，就亮一下，不是，是电笔啪亮一下，不，然后再测就不亮了。就有时候亮，有时候不亮，就是。就亮一下，啪亮一下吧，还是说增亮？不是一增亮，以后就亮一下。如果我亮了以后电大了吧，电量它没有了啊，那就是你身上的电对它放电。像这种电笔亮一下，就是你身上的静电对它放电，就轻微的亮一下，然后你走一圈再回来，再轻微的再一侧再亮一下，它接地很好，你身上的静电通过电笔对它放电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感觉扎一下，但是用电笔它就不会扎一下，用手会放电。这是没事，这是静电，就是说你经常擦地啊，这个静电就没了，跟你身上穿的衣服有关系。有的时候啊，摸门把手一摸，啪电一下，是吧？这上比较厉害一些，就是这个地方就厉害，就那个地方摸把有时也这个样，摸门把手也这样。这个墙是接地的，这是个铁的，对地放电，你摸着了就没事，它就不放电。它肯定没事，就是一摸它就是，这是静地感应电，静电身上的电，没事哈，身上的电，别生命危险。没有生命危险，这是没有生命危险，就是疼。你家地线也好，地线很好，接地很好。它如果地线不好的话，它会出现这样电，而且接线都很正确，接线都很正确。这有插座是吧？卫生间0.2伏很好，这个接地很好，接线也正确，电压221很好。这个你们家电路很好。就是怎么知道家里的插座接线对不对？是不是接的左零右火？有的接的是左火右零，接反了。有没有地线？它们之间的电压正不正常？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正不正常很关键。这个插座检测仪就有这个功能，能显示零地电压，这个电压高了就是地线不好，接地保护不好，还能显示零火电压和接线正不正确。看这家的插座有没有问题，上面显示接线正确，电压215伏，零地电压1伏。我个人认为在2伏左右，2伏之内，它这个接地就没问题。你测试一下，一按漏电保护器应该跳了。好，漏电保护功能好使，电闸和电路都没问题。再看这一家的插座，看看有没有异常。火零接反，火线和零线接反了。你看接反以后零地电压，它就没有显示数字，上面显示零火接反了。零火接反再摁那个实验按钮，这个漏保它就不跳。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需要把零火导一下，就是导成左零右火。你看这一家的插座就没有地线，没接地线，它就显示缺地线，缺地线就不显示零地电压。这些功能比较实用，这个检测仪我放在左下角小黄车，有需要的师傅直接拍就行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看一个很奇怪的故障现象，灯泡一送电就爆。终于录到了。我来到现场，这就是单独接出来这个插座，一插 LED 灯泡就爆，但是测的电压很正常，很正常。这个插座单独从总线上接出来的，它这种故障现象很特别。业主说已经有20多个电工过来检修，但是没找到故障原因。他为什么要用灯泡来试呢？而且灯泡烧了好几十个了，而且每一个灯泡在买之前都试过了，在人家那里试得很好。
为什么拿到家里一擦就爆呢？而且爆得很严重。之所以用灯泡来试，是因为他们这半年烧的电器太多了。奇怪的是，这些灯都正常亮不烧，冰箱、洗衣机都不烧，都是烧什么电器？让房主说一下。都是烧什么电器？我感觉烧光。快跟他说一下，烧啥东西？笔记本、台式机，这个台式机烧了2次，显示器烧了2次。显示器这个东西还有漏机，这个漏机烧了4次，这个俺里头再也没烧过。这个台式机烧了2次，键盘也烧，打印机也烧。关键是那个新电动打印机在那儿烧了2次，1个月烧了2次。我其实稳的。这一个新的电动打印机，它关键是烧的时候很奇怪，就是说星期5打印的还挺好，到星期天再插。这个烧吗？这个台灯也是刚买的，也没烧过，以前烧过吗？以前插上孩子的手表的充电器就烧了。这就是 UPS， 对，插 UPS 以后就没问题了。对，手表也烧是吧？对，这不是孩子的电话手表，修完了再也没敢用了，修2次了已经，在客服那里修了2次了，6.1买的，然后它在保修期范围之内嘛，修2次，光烧这个表，这个没烧过。充电器也不烧。这个也没烧过，这是它充电原配的。哎呀，我天，有点悬，这个表。你也擦一下，我试试看吧。擦一下爆不爆？会不会啪一下就爆？没爆啊。我们开个开关。那开。好啊，吓我一跳，这是亮了。昨天就爆了。昨天我在这试的。你得换个位置。烧了。跳了，没合闸。没省电。没充电。这地方就是爆的呀。爆的，这是爆的。我看见视频中就是擦这个东西，擦就爆。我和你同事，我都至少20个了，对吧？不定时什么时候就爆，很正常啊。终于录到了。哎呀，我的心脏啊！没有啊。220的电压非常正常，测一下电压。供电所的师傅也来过 N 次了，原来的电压237伏，然后把电压调到了225伏，电压225伏，很稳很正常。而家里的灯都正常亮，您说奇怪不？大家有怀疑零 D 接反了，我以前视频中出现过这样的案例，供电的师傅把零 D 导了一下，也是担心零线不好，结果还是烧。那是不是电压过高不稳呢？这个插头拆开了可以看一下，像这种直接像短路击穿一样，直接把线都打没了。所以很奇怪，电压正常，灯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是高了吗？电压高吗？是不是加个稳压器就好了呢？这就是稳压器。业主插上稳压器之后，然后再插电脑其他设备，结果还是烧电脑，烧打印机。新的笔记本几天就烧主板，所以现在这些电器只能插 UPS， 这样才不烧。那邻居家烧不烧呢？他们说邻居家也插了试了一下，邻居自己一插也爆，当时吓得都不敢插了。但是现在你看再开它就不爆了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爆，这样就排除了电压问题和零 D 接反等等这些故障原因。还有怀疑充电车导致这种现象，周围邻居的充电车充上电，测量电压正常，没有电压升高的现象。有这种电车烧电的现象，我视频中有过这样的案例。插上灯泡也没爆，哎呀，这样来回的试可吓人了。这样看来是不是怀疑是它单元电路有问题，整个单元电路有问题？假如说这个插座接到外边的总电路会怎么样呢？就是整栋楼的总电从这里接出一路插座，接出101火。来看国网的师傅把电接进来测试，还是烧灯。它这个电路，你看这里零排和 D 排连在了一起，它是通的，就是从相变过来一根中性线，然后在这里又分开零线和 D 线接到每个单元。我认为这是一种接地方式。它是 TN-CS 系统吗？
像这种把零排和地排连在一起，这只是一种常见的一种接地方式。从这里接出来101火，插上灯泡也爆，那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它这个接地很好，而且做了重复接地，而且测量每一项对地电压正常，都是一样的，220很稳，电压是特意降下来的。所以问题出现在哪呢？去相变，去变压器看一下，看能不能发现问题。这是交警老师了。不是，那他谁是拿出买房子来？你只要能为他买的房子，不来做了。也很多就因为这种情况把房子都卖了。你这要说起来也是。先调零，万万不要调零，达到乘1档调零。他就说我这种指针表抗干扰能力特别强，让你测的时候注意，抗干扰能力强，有的斜波啥的都影响它反而测不出来。很好吧，连0点几都达不到，这种接地是非常好的。它这个地，它这就属于 TN-CS 系统，这种是可以的，这种可以的，走吧。这种是可以的。您说怎么办呢？这电压也没有冲击，不是说送电的瞬间表针咔一摆到头，然后就相当于水锤效应，直接击穿灯泡。它的电压很温柔，送电的瞬间很温柔。刚才说到水，电就像水，电有电压，水有水压。这个电会不会像水一样有沉淀呢？有杂质呢？一种无形的电磁波干扰造成这种现象呢？这半年多，房主换过更灵敏的老式的漏电保护器，还有装过这种滤波器，专业的电工接的零火地都接上了，还是不好使。那是有谐波干扰吗？这次出来把示波器也带上了，交流正弦波很正常，50赫兹，公频电的频率50赫兹。所以我感觉它这种不是谐波干扰，从这个正弦波上看是正常的，那会不会是一种电磁干扰呢？这种现象很无解，就是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正常用电，就是让它这些电子设备正常用电也可以，只要不烧就行。所以最后的建议就是加一个隔离变压器，就这一路呗。对，听这一路哈，听这一路，到时候可以出来接隔离变压器。隔离变压器，然后再接开关上的啊，再接这个线，把你那个厅里边这一圈那个都连起来，路由器也能用，电脑也能用，随便可以插。对。然后就烧水壶注意一下，烧水壶那个功率太大，你别在那里烧了。烧水壶1500瓦，这个隔离变压器也就是带个1000瓦左右。1000瓦几百瓦是没问题的。我接地线还得撤了。接地线不能接，听这一路的接地线就不要接了。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，就是说也别和其他接，单独掐掉。把那个接地线单独撤出来。晚上住在当地供电所蓄设。也感谢国网师傅的指点，这次检修没有具体查到什么故障原因，还是水平有限，所以大家有遇到这种现象或者有好的方法，欢迎评论区多多指点。看这种现象你遇到过吗？说来么哥？完了，接着说了。好了，出发，和二师兄一起到现场看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到原因和处理办法。也欢迎各位的评论区多多指点。办公室的电脑开一会儿就自动关机，然后办公室的灯也一闪一闪的。测的火线有电，插座电压正常，插座正常。怎么能用不了电呢？现在开不了机是吗？电脑能开呀？它有电吗？它就这么多人，它就闪着以后就没电了。对，强制关机就直接。
啊，就开一会儿自己就停了电脑。对，那电就关了。就刚才天黑嘛，不是有点黑，我想开灯，现在就都闪了，包括灯都。开一下灯我看看。现在是开着的是关的？刚才一开灯可以去闪一下。那电源就已经就不好使了。你看看。没了，是吧？没电了。就是这样不稳定感觉。哎，那配电箱在哪？配电箱在哪？这个照明呢，应该就是管这个上面的电灯，那个插座就是。好嘞，行，我打开看看。那一般是每一次都的。他们每一次就是把电闸拉下来，再推上去就好了。用一段时间又出问题，再拉下来，再推上去。有了，没有是虚键吗？可以啊。哪的问题啊？灭了。多长时间就灭了？我打这边的电源我希望它快点出现问题。它时间很长啊，就是那个电闸管它吗？是那个电闸控制它的吗？是那个东西。是那个啊。我的还有。现在是好的。这一根线走了这个，如果这根线这里接触不良，会导致这一路没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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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接触不良啊？压那么多，经常性的突然有电没电。刚才是火线没有电，那有可能是火线虚接，看一下。闪了是吧？我先拉一下闸，空了这几路。这就是压线压多了，看压线压多了，这地方都打火了，没压住，打火了就是这个灯有时候有电，有时候没电，接触不良。这一路带了1个、2、3、4个5路，这个没接，所以说这一排下面的线路都有时候有电，有时候没电，有时候有电，有时候没电。接触不良啊，打火打的，接触不良没压好，所以说要把这几项给它平均分成这3项火线。这种线头如果担心压不紧，可以把线头捋一个圈儿，捋个半圈儿，这样这压到电闸里边就紧了。先不管它好看不好看，要的就是这个压线头要紧，不虚接不发热。然后把螺丝拧紧，用这种电闸螺丝专用的11字劈头，给螺丝抓得紧，不打滑。上得很紧。火线处理好了，零线也得处理一下。这么多线头就这么压在一起，很容易虚接的。这些螺丝都挨个紧一下，就是防止虚接发热。但是你看这一根线。发现了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我把线拆了，您看一下，您仔细看，把线拽出来，这2根线，你发现问题了吗？
一个4平方的，一个2.5平方的，粗细不一样。这2根线同时压到电闸里边，它只能压到4平方的线，而2.5平方的线压不住，会造成虚结、发热，或者是接触不良。同样的处理方法也是把这个铜丝8长捋一个半圈，就这样和这个4平方的线压在一起，这样把线压紧就没问题了。很结实。当然，如果把后边2.5平方的蓝线换成4平方的更好，带了几个应急灯，没啥功率。送电了哈。哦，送电了。哎，好。好了，小活维修完成，感谢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是同行给个活，维修费400米，好像是消防喷淋电路出现问题，不知道故障好不好查。好嘞，这份啊？哪个是要修哪一个？好像就是这个吧。他现在出现什么情况了呢？它没反应啊，它启动完它10秒这就跳，这就机子就跳闸了。跳哪个？两个好像都是这样，是跳这些闸吗？看一下后边这几个小水泵啊，这么小，师傅也没说明白是跳哪个闸，他也不太清楚。那就看一下什么原因会造成跳闸。电压、过压、欠压、漏电，也是个漏电保护器。电压正常，电压正常。切完就跳。进线电压没问题，出线现在是没有电的。这个泵是漏电的，这个泵漏电，这个轻微的，这个很轻微，轻微，这个泵是，这个泵是。泵是哪个泵？第一个管，哎呀，看不出来。有一个漏电了啊，漏电。之所以跳，是因为它漏电呢。啊，漏，这泵是漏电的。泵？水泵是漏电的。这如果是个水泵，这就是漏电的。这个轻，这个也很轻，但是这种漏电也不正常呀，也不正常。现在测出了这2路泵不好，就是它的原因造成的跳闸。查到这里一般都是怀疑电机不好，怀疑是电机水泵进水，这个让他们自己修。我现在可以收拾工具测了。但是我不能那么做，我得看一下是电机的原因还是电线的原因。万一电机没问题呢？万一是电线的原因呢？打开这个看看。闻也闻不出来，那味儿还正常。正常，这个是坏的，这个是漏电的，这是漏电，我把
电线没拆，看是线漏电还是电机漏电。这两个泵都不好，两个泵都有点。测电机线圈与外壳没问题，确实线圈没问题，不漏电。与电线测黄线这一项、绿线这一项与外壳也不漏电呀，不漏电。测红线与设备外壳，线有问题，电线有问题导致的。那头拆来了，拆了以后我再上那头去测测。线是埋到地下走的，在配电箱这一头再测一下，一指表比测地线。线有问题，线漏电的，这根线是漏电的。那它为什么两个泵都不好？两个泵都跳？这俩，这两个泵都跳，这个也轻微的有，也轻微的有。测完漏电一会再测绝缘，看一下它这个线，这是单股线还是？是单股线，它走的还不是水线，还不是电缆线，走的普通的线不行，普通的线就完了。走的什么线呀？走普通的这种单股线。我天，这样的线在地下，为什么当初不下电缆线呢？另外一台电机也可能是电线的问题，把线拆掉，然后测一下电机的问题还是电线的问题。这头把这3根线拆掉，测量一下，对地线对大地漏不漏电。线换线吧。像这种线，这个是黄线有问题，这个是这一路是黄线有问题。你看在这里都测这个样子，地下如果一通电的话，它更严重。它有水摇表的话，它的电阻应该在哪呢？0.5兆伏之内。这个根本都摇不住，因为弯表测它都显示漏电那个了。像这种都显示漏电了，这种更不用说了。这两路换线就好。所以说要换，把这4路线一块换，全换，这个不抗用。时间长了，这种线在地下一进水就完了，绝缘不好。这4个电机用摇表摇一下绝缘，看绝缘好不好？看都是这种线，看这个红线是测的。红线不行。所以说这两路线都得换。你看这线。这些线这个电机都没拆。这两个还好一些。这就是线的事儿是吧？线的事儿。这电机也没问题，我觉得电机没问题。这线你愿意都换了吗？你走4路过去，一个电机一个。这个是必须换的，这个也得换。哪个？线与线之间我再摇一下，这边那边都拆了。线与线之间应该是绝缘的才对。线与线之间都不好了。线与线之间就不好了。线与线之间应该顶到头的。对，它是1的，就是绝缘非常好的，线与线之间都不好了。
一路。你可以再去单独摇电机，单独摇电机。4路，单独摇电机。就是没往这上想嘛。谁往线上想呀？一般很少往线上想。往前没有，我还没掐呢。随便掐一个就行，随便掐一个，这几个都是通的。来，找吧。电机没问题，这是无穷大。电机没问题，这是无穷大。加一个，好来吧。电机没问题啊，电机没问题。电机没问题。要是这个线有问题，就是线的问题。4路线都不行了，那都换了吧？都不行了。一劳永逸，就是您麻烦这一次，以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。好了，剩下走线的活人家自己干。感谢观看，请多指点。